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來賓，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延廷張將軍。思敏好，大家好。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老師。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厲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再次的提醒大家，因為我們的節目持續的上 YouTube 的熱播影片，在國際的排行榜中越來越好了。謝謝大家持續的看到 YouTube 上面的熱推薦，記得幫我們按下熱推這2個字之外，如果沒有看到，也歡迎大家在留言板持續的幫我們留言，寫下熱推2個字，讓我們持續的一起來關注美伊之間的這一場戰事。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要特別來關心到是審判倒數，現在這個納坦雅胡乾脆直接開火了，他空襲的黎巴嫩已經釀成了至今上千死傷，被轟說他是用戰爭為自己的政治來續命。另一方面，以色列內部也怒嗆說，川普的停火根本對以色列來說是一場國恥。川普的部分則是面臨內外交火，現在 Mega 自己內部反噬，美國從拒戰到現在強推，恐怕青年要上戰場嗎？而且現在網友嗆說，川普你讓自己的兒子先上吧。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這一場戰事到現在完全沒有停火的跡象。伊朗的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再度的对外喊話，他說：接下來我要為我的父親來復仇，並且我要持續掌管荷姆茲海峽，現在進入到了全新的管理階段，要求美國接下來要支付戰爭的損失。但是這場戰爭要不要停下來？當然了，以色列占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在9日的時候對黎巴嫩持續的發動的這一場空襲，造成了245人死亡，上千人受傷。與黎巴嫩他現在說的受到這個川普的壓力嗎？他現在說呢，除了發動攻擊之外，另外他也願意與黎巴嫩來持續的談判。那麼現在也在看說，為什麼納坦雅胡要在這個時間點上發動攻擊，會不會跟他的政治生涯是有關係的呢？來自於路透社的獨家報道，特別講到了納坦雅胡的這個涉貪案，在12日開始，本月的12日開始就會開始重新審理了。納坦雅胡接下來恐怕面臨監禁，會不會就是因為在這樣子的原因之下，他決定要轟這個黎巴嫩，在審判倒數前來開火，被視為是為了政治續命來做的一個操盤。另外一方面，看到以色列的內部也完全的炸鍋了。以色列的議員怒嗆川普說：“你去和伊朗談判，對於以色列來說就是國恥。”以色列的反對派也說，這場外交操作是以色列史上最大的一個災難。不過，我們也來看到英國衛報針對以色列的各種動作做出了諷刺哦。他認為納坦雅胡這一戰3大目標到現在打了半天是全落空，包括沒有推翻伊朗的政權，沒有得到核武啊，現在是連實質削弱伊朗都談不上。而是3月以來，我們看到以色列光是對於黎巴嫩的攻擊，造成了死亡人數超過1800人，當中有許多都是孩童，至少有130名的孩童，另外還有120萬人至今流離失所。今天節目開始要特別請教苑老師，納坦雅胡在這個涉貪案要開審之前前夕對黎巴嫩開火，造成上千死亡，就是為了自己的政治續命，還是為了國安的需要呢？同一時間，伊朗我們剛剛看到了穆吉塔巴說他要為父報仇，那麼以色列的內部則是喊說停火是國恥。現在看起來是不是沒有人願意停下這一場戰爭？苑老師怎麼看？這個納坦雅胡啊，為了自己的政治續命啊，已經搞了2年多了哈。為什麼呢？因為從這個2年多以前的這個阿克薩洪水事件，就是攻打這個哈馬斯的時候啊，一開始還裝模作樣的，不忍心太狠啊。那時候我記得我在節目中還討論過，有轟炸了一個醫院呢。以色列還強調說沒有。之後的話呢，就完全改變。現在的話呢，整個這個加沙走廊跟這個大安區一樣密集啊，現在被炸得簡直不像話了。那我必須要坦白講啊，這個納坦雅胡啊，他是一個納坦雅胡這個姓在以色列是很有名啊，因為他哥哥是突擊隊的隊長，然後在烏干達事件裡面就是說受傷以後被打到頭，然後就帶回来就是個屍體。那納坦雅胡自己也幹過突擊隊啊，就是也是幹過軍人，那個手段的極其兇殘。但是以色列這個國家非常有趣啊，以色列這個國家的話呢，他們長期來講啊，
我對這個事情稍微有一點認知啊，因為我在研究的範圍當中啊，我們這個裡頭哲學教授這個特拉維夫請來的人比較多，跟他們聊過。然後猶太人他們基本上有一個共同的一個國家安全危機意識啊。我曾經問過一個以色列的教授，在特拉維夫過來的，我問他說：“你們為什麼要對阿拉伯人這麼兇殘呢？”啊，他們開的玩笑都是非常兇狠的笑話。然后他跟我講說：“我們不能失敗啊，阿拉伯國家可以失敗一次可以再來，但是我們只要失敗一次，我們全國就完蛋了。”就這個仇恨就深到這種程度，所以納坦雅胡就是利用這種仇恨的這種程度啊。首先第一個的話呢，納坦雅胡呢就是去強調戰時的領袖的話呢，基本上就是為他的政治續命。所以說他在這個稍微大家有一點都停火的曙光一出現的時候啊，連那個川普這個講話這麼狠的人都會強調說，只要你說我贏了，我就可以接受這個伊朗提出來的10個條件作為談判的基礎的話，納坦雅胡馬上進攻了黎巴嫩，打死了245人，這個是有1天以內死亡人数最多，大家要搞清楚，攻擊的是貝魯特，是黎巴嫩的首都。然後第二點的話呢，就是對於納坦雅胡來講的話呢，他會動用美國猶太人的力量來牽制美國。你想退門都沒有，你要進來了你就不要想走。然後第3點的話呢，我必須坦白講，以色列也是一個宗教國家，也是一個一神教國家，甚至更瘋狂、更勇猛。所以以色列目前為止在國內支持納坦雅胡的人還真不少嘞。好，這個是針對於以色列的部分，我們看到至今遲遲沒有辦法停火。剛剛岳老師也講到了這個有關於民族仇恨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因素。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到現在川普壓力可大了，拉不住納坦雅胡之外，可是內部現在內政問題也開始失火了。尤其呢，最近美國正在擬定的是最新的徵兵制度，而且呢，擬定是說會不會12月就要上路？規定是這樣的：18歲的男性30天之內將會自動建黨。這個消息一出，是讓美國民眾非常的憤怒，網友就喊說：“要上戰場，那就先讓川普你自己的兒子巴倫上戰場吧。”那麼更尷尬的事情是，美國的這個戰爭部長赫格塞斯過去還嗆過年輕人說：“你們就是太胖太蠢，才不願意上戰場。”現在回頭他要這些人來上戰場哦。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剛剛也提到了嘛。這個川普內部的 MAGA 派現在也開始反對川普了，尤其是這一位具有代表性人物的保守派重量級人物，過去都是挺川普的，這個是卡爾森。我們看到畫面哦，他特別提到了對伊朗的毀滅言論，他認為是非常邪惡的，呼籲官員拒絕執行這種各種傷害平民的命令，直指川普有失智的風險，應該要解除他的職務。那麼也看到目前美國民眾對於川普的支持度，2個民調。第一個來自於 CNN 的民調，70%民眾反對川普再砸2000億美元打伊朗。另外一方面，路透社的最新民調，川普支持率跌到36%，當中經濟滿意度創下了2屆任期新低，還不如拜登呢。酈將軍怎麼看？首先我講一下美國的徵兵的一個情形哈，在美國大概在2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們是用徵兵的方式啊，他們那時候年輕人都願意上戰場去打仗。為什麼呢？因為日本偷襲了珍珠港造成所謂重大的傷亡，那激起所謂的這種國仇家恨，那有這種動力，所以他們願意去這個參加徵兵去打這場仗。雖然說2次世界大戰我們看到美軍在不管是太平洋戰場上面，或者是在歐洲戰場上面，都付出很慘重的傷亡代價哈。但是那個時候並沒有引起這個美國整個社會的一個反戰的情緒。但是2戰結束之後，美軍將徵兵改成募兵制，也就是說自願役。可是到了越戰的時候，由於在越戰上面，美軍又付出很慘重的傷亡代價，兵源嚴重的募的兵嚴重不足，他又改回徵兵制。那這個時候就美國很明顯的社會上面這個彌漫了一股就是所謂反戰的情緒。我們美國那時候開始，大家在這個起一個問號：我們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為什麼要讓我們子弟平白喪命在越南那個戰場上面？所以說越戰結束以後，他又改回所謂徵兵的方式哈。但是美國這個川普他的第1任的時候，他的國防部長叫艾斯培，他曾經寫過一本書回憶錄，叫《一觸即發》哈。我特別去看過這本書，其中這個美國國防部長講的徵兵應該是最正確的。這個他的回憶錄敘述美國徵兵的這種情形來講，應該是最正確無誤的哈。那艾斯培怎麼講美國的徵兵呢？他說美國現在符合這個18歲到25歲符合募兵，然後他講的是募兵哈，就是願意這個來當志願役的人數裡面，扣除掉
扣除掉就是什麼肥胖，就是這個赫格塞斯講的也沒錯，美國確實年輕人很多是有肥胖的情形，還有精神疾病的問題，還有濫用藥物的問題哦。扣掉這些人，還能夠參加募兵的只有1%而已，人數嚴重的不足。而且這1%，這個他是國防部長嘛，他還講說各軍種都在搶。美國總共有幾個軍種，陸海空陸戰隊啊，還有所謂海岸巡防隊哈，都在搶這些年輕人，就是徵兵廣告到處都是。可是他們徵兵狀況來講非常的不好，也是因為如果說是國無敵國外患哈，大概大家年輕人誰願意去當這種兵啊？尤其是說這個20次世界大戰到現在，美國發動的戰爭都是一些不公不義啊，不知為何戰，都是政客在打的仗。中東的那幾场戰爭哈，從這個美國大概20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只有卡特當總統的前3年沒有打過仗，其他都是在外面用兵，但是用的兵都跟美國國土平常講沒有直接關係，所以你這個自願去當志願役募兵的這種意願越來越低，那現在更是如此。其實不要講說美國自己兵源不足哈。所以他開始現在想要說，是不是必要的時候，如果說真的發生美國國家發生重大危難，兵源不足，他還是要開始恢復徵兵。所以他現在做這些徵兵自動的建檔，等於說為將來萬一真的美國需要大量兵源的時候預做準備了。其實不只是美國這樣，以色列現在也面臨兵源不足。雖然說以色列這個從軍的意願非常的高哈，他這個國土很狹小。但是現在他們很抱怨一件事情，以色列有一種正統的猶太人，叫哈雷迪猶太人。這批猶太人是不當兵的，你知道，他們不當兵，也不工作，也不節育，所以生的到處都是。然後他們薪水從哪裡來？是以色列政府付給他們的。那付給他們薪水，現在以色列自己因為兵源不夠嘛，他們這次為了打這個黎巴嫩南邊的真主黨，總共動員了40萬的預備役。這個我特別強調是預備役，就是已經是後備軍人。再徵調回來就40萬，那現役的不算，又徵調40萬，那你想想看，這個整個社會裡面也是會彌漫一股說是不公平。那為什麼這些他們自稱自己正統猶太人就可以不當兵？那我們就要被徵召回營去，尤其是在戰場上面哈，這個面臨的生死存亡，血肉橫飛的情形。所以以色列現在哈，這個也因為兵役不足的問題，也正在傷透腦筋。所以戰爭絕對不是好事，戰爭絕對會引起民眾的反感，也會影響民眾的生活。好，現在看起來美國方面是在未雨綢繆嗎？為接下来是不是也有更大的戰事要預做準備？所以有所謂的這個徵兵制。當然，美國民眾非常生氣，要川普的兒子自己先上戰場好了。針對此，將軍又怎麼看？我認為這個伊朗戰爭呢，美國尤其美國總統川普動搖了他的基本盤。我認為這個是個轉折點。因為川普本來還做得還可以，包含這個在1月3號去對委內瑞拉把馬杜羅抓到美國去審判，馬杜羅就是委內瑞拉總統。那到這邊還可以，但是後面就不行了。尤其是伊朗戰爭打4天，結果被人打了40天。換句話，在這個一方面，他沒有達到決定性的戰果。然後他現在面臨3股壓力，我認為這3股壓力還沒那麼容易解決。第一個，國際的壓力，你看這次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另外30個國家，沒有國家願意出兵去到荷姆斯海峽來，沒有一個要跟美國站隊的，因為他們怎麼認為？幫助美國就是幫助以色列，那以色列一直在屠殺所以他們不站隊。你看看，包含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西班牙那麼多國家都沒有站隊，全部都不站隊。本來還有點消息說立陶宛願意派2萬地面部隊去幫忙，後來也就不，因為大家要團進團出所以他這個消息也就沒有了。所以國際的壓力，這包含在這個亞洲的，包含日本、韓國也都沒有說要去幫助美國去在這個荷姆斯海峽來做疏通、來打通、來幫助，沒有，連後勤都不願意排，何況是正規軍呢？第二個，我認為面對的是國會壓力。國會現在，尤其是民主黨的這些參議員跟眾議員都出來講話了，那川普會不會有壓力？這是國會，國會是立法權呢，川普抓的是行政權呢，所以現在美國國會也在那講，你這個派兵的出兵的這種正當性、道德性，你看那個史奈德所講到的，那個歷史學者所說到的，都是負面的，道德性、政治性，你這方面都沒有做一個很好的一個妥處。也就是他倉促用兵，那國會壓力還會持續，因為什麼？他在國會就直接說了，對不對？就會引導這整個輿論了，尤其是民主黨的，共和黨還有人附和的。第三個，我認為是民調的壓力。
國內人民的壓力。你看他現在民調創造新低，就往下溜滑梯，那他壓力啊，你看吾往日啊，9000，我們知道呀，這個3000場啊，將近是900萬，就是將近1000萬人示威 ，no king， 我們吾往日，对，這些3000場次将近1000萬的老百姓上街頭，对，你說川普他們會不會有壓力？你就是不對，我就是認為這樣子，你的支出就那麼低。現在美國的外債到了39兆，你還是發動這個戰爭，還要現在要增資2000億美元來打這個仗，老百姓一定不可能的嘛。我們的生活最重要，你管那個事情幹嘛？所以他面對這個山谷壓力，川普在這一方面，我認為會有增無減。所以他剩下的2年多的任期，我認為他的壓力會持續接踵而至。好，謝謝張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我們持續要來關心的是這一場美軍奪右是否失敗。那現在呢，我們今天就這個真相來特別做一次比較深入的一個分析曝光了。另外，核武門檻現在可以決定的是生死的博弈，尤其伊朗現在密藏了8000公斤的核材料，要暗度陳倉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美伊這一場戰事的另外一個關鍵點，就是在於說，美國到底拿不到來自伊朗的它的核材料，這些核武它有沒有辦法把它給摧毀呢？現在外界針對伊朗到底有多少的核武做了一個預估啊，說伊朗有441公斤的60%濃縮鈾，已經距離10枚的核武，他們說只剩下最後一步了，一步之遙。那接下來這些核武的問題怎麼去解決呢？李威特很有信心，他說呢，伊朗準備要交出來了濃縮鈾。真的是這樣子嗎？還是美國的一面之詞呢？果然，我們看到伊朗是立刻打臉了。他說這是妄想啊！伊朗的濃縮鈾計劃絕對不會設下任何的限制。那伊朗這麼嗆，美國的戰爭部長赫格塞斯就趕緊回嗆，他說沒關係，你們不交出來，我們美國就自己去拿出來。威脅美軍可能會重啟的，就是類似去年6月當時的午夜之錘。那麼實際上呢，美軍的奪右行動恐怕這一次我們看到會不會又再次的經歷大失敗呢？赫格塞斯這樣說，但是是不是其實眼前的危機重重呢？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大家還記得嗎？在這一周我們特別講到的是說，美軍去拯救這位 F-15E 被打下來的飛行員。那這一場行動也被視為其實不只是要救這個飛行員，而美國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奪取濃縮鈾。那麼川普還說這個他們的這個救援行為是成功的，行動是成功的，是復活節的一個奇蹟。但是呢，被外界視為說你救人確實救成功了，但是你的戰損非常的高之外，你要奪取濃縮鈾的這件事情根本就沒有達成。這當中還有4大美軍失敗的地方，而且是非常非常弔詭的地方。好，來看到是什麼呢？就是說美軍你不是說你要去救人嗎？但是我們看到這2位飛行員。他們掉下來的時候，彈射的落點差400公里啊，救援地點卻靠近伊斯法罕的核設施，離這麼的遠，你真的是要救人嗎？還是你其實是要奪取核武呢？再來就是說，你只不過是救一個人，為什麼要動用這麼大的兵力？當時一共是派出了176架的空中艦隊，而且呢，比較弔詭的事情是，你只是要救一個人，為什麼你要派出2架 C-130啊？這 C-130是做什麼用的呢？其實是運送一些大型的武器啊，不管是導彈或者是坦克，你真的只是要救一個人嗎？這件事情也被高度的質疑。那美軍的行動，他們就說你們做的這一切就很像是過去你要奪取濃縮鈾的時候所做的事情啊。那麼現在也看到執行轟炸的任務，卻還是單兵的監射飛行，代表當時是一個低空的飛行，是不是要做一個偵查當地地面清剿等等的動作？這些東西他們都認為根本就是為了奪取濃縮鈾吧。所以節目一開始請教酈將軍怎麼看了？是假救援爭奪鈾嗎？為什麼美國到現在不針對此做一個比較清楚的說明？酈將軍怎麼看？當這個飛行員被救出來，川普自己在白宮主持的這個記者會之後，那當然輿論上面就發現其中有很多疑點不合邏輯。
那第一個是地點哈，我這邊給各位看，這張圖是。這個川普自己記者會上面公布的圖哈，所以你看這個距離，大家就懷疑啊，這個怎麼可能？說戰機是在這個伊朗的南部這個地方被擊落了墜毀，但救援的地方距離這邊哈，如果按照美國白宮的記者會所述的這2點的距離有150英里，也就是說242公里這麼遠。那美國的說法，我覺得是讓大家聽着覺得說不可思議。你的說法有一點很牽強。他說，就第一個飛行員之後，因為彈射以後，因為這個氣流飄啊跳傘，這個傘隨着空氣就飄得比較遠一點。那我自己跳過傘，我知道你再怎麼遠也不會飄到說是幾百公里那麼遠，對不對？那非常危險的。所以這很遺憾。那救援地點在這個地方哈，這個當然第一點讓民眾起疑。第二點哈，如果說你第一個飛行員可以救到的話，應該第二個飛行員你可以用同樣方法就可以救到嘛？因為什麼？第一個飛行員用黑鷹直升機把它撈走以後，那第二個這個你一樣可以這個用直升機黑鷹直升機就夠了。你為什麼要動用到176架的各型飛機哈？那我在講這176架有什麼形式的飛機？第一個哈是運輸機哈，C-13動運輸機；第二個是就黑鷹直升機哈，是這個通用直升機。另外還有特戰直升機有6架。叫做 MH-60的那種特戰直升機，還有 A-10攻擊機，對地面負責火力掃射跟攻擊的。那還有空中加油機，光加油機動用到46架次。我老天爺，你到底多少飛機在天上飛，要用到46架次，要替這些戰機來加油？這是第二個，大家懷疑說你很簡單的，應該是低調，趕快把人撈出來，一架黑鷹進去哈，頂多就是 A-10掩護，把人救出來就走了。就你動用到那麼多的飛機，那再來。第三個整個救援的行動，就確實是跟躲右的動作一樣。第一個，這2架這個運輸機下去，它為什麼要選擇在這麼遠的地方？因為這麼遠的地方才可以降落C-13洞，因為它有一個跑道在那邊，有個廢棄的農場，所以他找到這個跑道在這個地方，他用C-13洞。那降落的時候採取阿富汗式的降落，就是俯衝下去有拉平降落，出來大概150個這個美軍的特戰部隊，那它是怎麼樣？一下來以後，它立刻形成一個空降堡，把這個地方構築一個堡壘，這是兵力。那火力呢？它用 A-10攻擊機在上空密切的巡邏，只要發現有阿富汗的部隊過來的話，它就伊朗的部隊過來，它就這個火力攻擊掃射。那在更外圍，它用什麼呢？用無人機監控整個戰場。掌握到這個伊朗的革命衛隊的動作，所以說構成一個很嚴密的監視網，從這個無人機到這個 A-10攻擊機到地面的部隊，然後中間保護的是這2架的C-13洞，所以很明顯的，你說是救人需要動用這麼龐大，然後你降落地點事實上跟那個後來他們證明跟那個飛官這個降落傘降落地方也差到20公里遠嘛，他後來他就說用這個小鳥直升機去把人接過來的。那第三個讓人家覺得很懷疑，就是撤退哈。那你撤退也很奇怪，你應該所有人你既然可以降落，按理說你就在那個地方就可以起飛嘛。這個等一下我們張將軍可以幫我補充一下。我是覺得說飛機應該降落可以力量應該會比較大，就按理說起飛的時候應該翅膀有浮力，應該比較輕。你怎麼會在起飛的時候輪胎反而陷到沙子裡面，降落的時候沒有陷落？而且這2架直升機帶這2架C-13洞。目前知道他們帶的是什麼？是這6架的1架飛機帶3架直升機。那是不是這個你直升機推出來以後，這個大的飛機準備裝上什麼物品裝進去以後，那人就上不去了嘛？人上不去，是不是人就坐這個小直升機來脫離戰鬥來撤離？所以整個過程給人家感覺到疑點重重啦。那當然你救一個飛行員，合理來講應該是低調。你可以救第一個，為什麼不能救第二個？那你動用那麼多的兵力，動用那麼龐大的一個資源，然後到最後只為了救一個飛行員，那整個行動的過程，讓我們感覺上真的是很像在奪取龍說柚。那如果說是真的是奪取龍說柚，我認為是失敗了。如果成功的話，這個川普一定是這個大吹特吹，這個戰略行動已經成功了。所以我認為這場2次世界大戰有一場戰爭叫做奪橋遺恨哈。那美軍這次是不是奪柚遺恨？好，奪柚遺恨哦，就是這個救人的地點
跟這個奪河的地點，這個出現了非常大的一個分歧。再來就是說，為什麼要出動這麼大的一個兵力，只是為了救一個人？那現在看起来，就算如果是为了当初是为了这個奪右的行動，這樣看起來是完全不成功的。等一下會請空軍的部分張將軍來持續幫我們做分析。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哦，伊朗現在到底藏有多少的核材料，讓美國這麼的緊張？現在根據最新統計哦 ，IAEA 核查，伊朗有441公斤的高濃縮鈾，另外有情報指出，超過8000公斤是不同的這個濃度的濃縮鈾。那這些材料分散在很多位置的地方，還包括了伊斯法罕等等。那美國的核武工程師也說呢，美國現在只能從 IAEA 大概知道這個伊朗擁有的核武的數量，因為呢衛星圖像是已經完全的派不上用場了。所以同樣的問題也要特別請教張將軍怎麼看，就是有關於這一起行動是不是奪右失敗？那如果真的是失敗了，我們剛剛看嘛，戰爭部長赫格塞斯說沒關係，接下來我們美國會自己去把這個濃縮鈾給搶回來，代表說，上一次失敗了，還有下一次嗎？他已經想好第2套方案了嗎？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這一個他是想要這個進奇功，飛行員也救了，這個濃縮鈾啊，這個原料也搶到了，結果飛行員是救到了，濃縮鈾沒有奪到，因為我們可以看個幾個，有3個特色。第一個，如果要救一個飛行員，你不用動用176架次大動干戈，不會。你這個去的一個小兵力、輕快兵力，立刻救了就走了。輕快兵力，你幹嘛要大動干戈？輕快兵力執行就可以了。要特戰什麼都出動嗎？那個就是有特殊任務，才有特戰。MC-13洞接，還有 MQ-9，還有這個油豬啊，就是 A-10啊，雷霆攻擊機，專門做墜地打擊跟掃蕩的，就是雷霆攻擊機，都那麼多，去救個飛行員。然後大動干總共176架次，我認為不會。然後花了將近這個總共加了錢算起來的話，那個是天價所以我認為這個是他想要是2個一起，結果沒有了，飛行員救了，我成功了，我救飛行員了，那個不要去提，不要提，你不要提，這個事情不要提。為什麼？因為3個，第一個大動干戈不會救個飛行員，不會大動干戈這樣，輕快兵力快去快回。第二個。不會有距離差，飛行員在那邊，他跑到那邊去行動，這是幹嘛？你們救人，你搞那邊幹嘛？你要去夜市場，結果你跑到海邊去幹嘛？海邊有夜市場嗎？不對的，這個地方你看距離差就出來了。你要看距離差。那第3個損失那麼重大損失 ，MQ-9被擊落，油豬被擊傷，2架的 MC-13洞接被自己自爆炸毀。當然是伊朗打的還是這個美國自爆把它整個炸毀都有啊，總共我們就知道。他的損失非常的重，對一個飛行員來看，人類有史以來不會說救一個人付出那麼大的代價，這是第一次，所以會拍成電影。剛才李將軍說會拍成電影。那我們先來看了，那現在美國還要做第2次，我認為戰勝不負。為什麼呢？第一個，要去奪這個，你不管伊斯法罕還有其他的福爾多地方，他現在已經分區屯屬了。你動了這個伊斯法罕，其他地方你要不要動？你動了一部分，拿了一部分，你其他的還沒有，還有啊。你這樣子，這不是441公斤是放在一起的？伊朗是分區屯屬，你動一個地方，那其他地方呢？所以這個困難度增加了，因為伊朗分區屯。第2個已經加強部署了，因為戰勝原來來這一個，那我現在已經知道了，把這所有的戰爭的序列、作戰的兵力，整個一看檢討，重新布防。美國有所準備，伊朗他也不是省油的燈啊，他會重新調整兵力部署啊。而且那是在山洞裡面，那不是在地下，你容易進容易出對不對？可能都有一些主角鬼雷或者是機關在那邊設置呢。你入境我炸到，跟你封的那個洞口，跟你讓你進不去。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加強部署也是伊朗的應對之策。第3個，代價會更高。你前面這個代價已經出來了，如果下一次你要去奪右，那代價會比這一次更大。為什麼？伊朗的這些監測的這些相關的部署、防空飛彈都會布陣，在以逸待勞啊，這是伊朗啊。而且美國是要深入內陸，你進出就是有風險。無人機還空中加油，你無人機會不會被幹掉？MQ-9無人還有 MQ-9的這些無人機，所以風險太大。所以美國就算赫格塞斯當然可以講大話，對，這個是在事跡上他不能服輸，但實際上困難重重。
好，我們看到美國第一次的奪核計劃是正式等於說是宣告這個失敗了。那麼這個我們看到伊朗方面，他看到美國有這麼大的行動，當然會很緊張。如將軍幫我們看到了，他會持續的來加強他的濃縮鈾的布局，還有不管是在兵力跟武器上面的布局。在這個關鍵時刻，接下來就是要和談了嘛，美伊雙方這個伊朗方面真的會交出濃縮鈾嗎？苑老師又怎麼看？還是他們會私下，比如說表面上談得很好，私底下又偷偷繼續研發核武？苑老師怎麼看？我覺得伊朗不太可能會交出来它的這個濃縮鈾啊。最主要的原因的話，你可以看得出來，美國是採取兩面手法。我幾乎確定上一次我坐在這個位置的時候，是大家要拍的電影，電影內容不是多有遺憾，電影是講是救難成功啊！現在突然發覺出現了一個新的版本故事，這電影拍不下去了，你知道嗎？你明明要到夜市，結果你跑到海邊去，差400公里啊！這個所以我就覺得說，為什麼這個剛剛我一聽到就是非常好笑，因為美國人心裡明白，伊朗不會自己交出來的。而且伊朗本身的話呢，看到朝鮮成功的案例，看到以色列成功的案例，他們心裡明白得很啊。為什麼巴基斯坦有今天這個地位啊？然後那個沙特這麼有錢，要跟這麼窮的國家軍事聯盟啊？然後那個為什麼印度啊現在突然之間要想當大國，都是因為有了核能力啊。所以說濃縮鈾對於這個國家的話，不管你發達不發達，不管你強不強盛，你都是一個重要的一個鯉魚躍龍門的一個關鍵點。那伊朗現在過去被制裁了47年，原來的伊朗本身來講。為什麼這次我會覺得奪鈾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美國的資訊不發達、不完整啊。雖然出動了非常大的，就不顧成本的啊，那個2架C-130洞的話，那不得了啊，應該很貴的，對不對？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你這邊也提到講，只有 IAEA 的資料，441公斤，那這個算什麼東西呢？這個沒有人知道是真是假。但是伊朗本身原來在2月28號以前是同意放棄了製造核武器的情況下，濃縮鈾的目的是為了國內的發電，或是說為了國內的民生需用，所以說跟 IAEA 配合，每次都不斷的跟 IAEA 是國際原子能總署裡面報告他們有濃縮鈾有多少公斤啊什麼的，就是按照這一步一步來。所以美國得到的訊息就這樣子，但是它地上到底藏在哪裡？那當然是分開的嘛。所以你叫這個叫做這個伊斯法罕這個地方到了，那福爾多這個地方，那各個地方還有很多新的地方。那伊朗本身來講的話呢，哪裡幾公斤的東西放在哪個地底下不一樣？大家不要忘了，伊朗160幾萬平方公里的地方。那怎麼可能知道？所以美國整個策略講極度的傻子，那突然一下子發覺搞了這個多少100多名的這個突擊隊員在那邊講啊，跑那個地方，連那個地方的飛機下去能不能起來都不知道。那你想想看，這還得了？那美國的資訊情報都有問題啊，對不對？啊，你看到一個舊的那個跑道了，可以下去，2架C-130洞，C-130洞非常大啊。我記得C-119就已經很大了，对不對？啊，那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美國這一次想要奪鈾的情況下，成功的希望不大。但是回來之後一直沒有宣傳。我們到今天為止也看到的消息，就是我們在這邊講人家的預測，美國國防部、美國的戰爭部沒有承認過。對，好，謝謝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持續來關心到是伊朗1打2現在逆轉的戰局。我們今天也來看到這種是等於是戰術教科書等級的一個行動哈，一次曝光，包括了美軍 F-35落點也全面的揭曉，低成本戰加去中心化的這一些伊朗戰術是打破了美軍神話。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我們來看到這一場戰爭打到現在，大家會形容它是什麼？就是一個窮國打爆了所謂的美國超級強權，尤其是美國。再加上以色列可以說是全球最強、最富有的軍事聯盟，但是這一次呢，對上的是資源受限而且受到制裁的伊朗。我們來看到的是，不僅沒有把伊朗打垮，甚至還出現了史上第一次發生的事情 ：F-35逆中的戰機直接被擊中了，那麼是顛覆了軍事專家原本的所有想象。靠的是什麼呢？現在說不是只是伊朗變強而已，而是戰爭規則也被正在改寫，靠的就是不對稱的作戰。
一共是3大點。今天我們會請將軍還有老師一起來做一個比較深入的分析，包括透過飽和攻擊哦，還有透過去中心化馬賽克式的防禦跟低成本高殺傷的武器。我們先來看到飽和攻擊，這一次伊朗搭配的無人機跟飛彈多波的連續攻擊，是讓美國跟以色列疲於奔命，當然了，攔截率就會因此下降，尤其是成本差太多了，無人機数萬美元的價格，但是攔截飛彈的這一些武器要數百萬美元吶。再來就是去中心化、多節點的這種分散的作戰也奏效了。最後是低成本、高殺傷的武器，包括了這些自殺無人機跟他們的新型自殺無人機這一款叫做雷茲1。低成本讓美軍是非常的頭痛的。再來，它還有急速的彈頭，造成的戰爭是以這種降雨式的方式來做打擊。再來就是武器都很便宜，殺傷力也不大，但是加總起來卻可以致命的。戰場上面的效果我們也看到了，導彈擊中的這個命中率一直在提升，現在已經達到數倍了。以色列的攔截系統則是開始非常的感到疲憊，美軍海空資產都持續的遭到消耗，而且持續的燒錢。對於川普來說，壓力其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也特別來請教酈將軍怎麼看伊朗的這些低成本打的這些美以的高成本體系。目前來看起來，伊朗整體的戰術最強的部分又是哪裡？接下來其他國家會不會也學習複製伊朗的這一套，來未來對付美軍？酈將軍怎麼看？來，第一個我們看飽和攻擊哦，伊朗這是很明顯的，它所謂飽和攻擊，它用的是低價的無人機，或者是說它初期的時候用的是一些比較老舊型的導彈，對以色列還有對美軍的這些基地發動攻擊。我們從以色列初期的時候，它的這個伊朗的導彈突破以色列的防空的火力來講，命中率只有3%。初期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只有3%，但打到後期的時候，它現在命中率已經提升到27%，很明顯的提升了9倍哈，所以代表說是它這個飽和攻擊確實達到它的效果。另外我們來看哈，這個以色列的攔截率來講的話，在初期的時候，它大概我們講包括到劍2、劍3這種高空攔截的導彈哈，大衛投石或者是這個鐵穹系統哈，整體來講的話，它初期的時候，它的防禦力可以防禦到80%的防禦力。但是到現在啊，它大概只有4成的防禦力，很明顯的被飽和攻擊來壓垮。第二個，我特別要強調，去中心化指管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缺點哈。去中心化指管，就是伊朗預期這場戰爭，他已經知道這個以色列或美國會對他們實施斬首作戰，因為去年包括黎巴嫩真主黨都被斬首了嘛，包括伊朗他們的之前的這個第3號的人物蘇萊曼尼也被斬首成功，所以他們早就有這種計劃。萬一被斬首的話，那沒有指揮鏈，沒有投資，我們怎麼作戰？所以它分各區塊。你們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們要知道這個整個作戰的任務是什麼，然後你在這场作戰裡面，你這個單位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我都很清楚。這個很重要。我舉個例子來講，比如說我是無人機部隊，那這場戰爭裡面，我的角色所扮演的，我主要就是攻擊美軍的雷達站。我的任務是在這個地方，然後我要借着這個無人機來消耗美軍的這種防衛的武器哈，所以他在這個時候他就會發揮這種功能。那比如說我是一個這種導彈部隊，我是重型的先行的導彈部隊，我就知道說我一定要等到美軍或以色列的这種防衛導彈消耗差不多以後，我才開始發動我的導彈攻擊。所以每一個人必須了解自己在整個作戰裡面他所扮演的角色，他都很清楚，而且有一貫的指導。他一直在做，但是現在問題就出在這個地方。為什麼這次說伊朗這個跟美國說大家停戰2週，雙方還繼續在打，甚至有說伊朗還繼續在發動攻擊？我可能認為說是因為就是去中心化指管的關係。比如說我的命令沒辦法下去，那下面的部隊他還是按照他原來既定計劃，他繼續在打，什麼幾月幾號或打到什麼程度，他發射什麼樣的導彈，他沒有正式接到通知，說這個戰鬥目前停戰，他可能沒有接到。所以這是去中心化這個指管啊。另外來講，低成本我們都知道了哈，這是這個伊朗所發射的，不管是這個所有的這種無人機或導彈，它成本2萬哈，那你美國就要耗損400萬的攔截導彈去攔截。我覺得除了這個成本之外哈，另外還有幾點。第二個就是輿論的不對稱哦，這個美國來講，它國內的輿論，你只要說有一個飛行員
萬一被俘的話，那就不得了。对。但是以色列伊朗這個國家，他就認為說，全國都寧願去赴死。你看前2天這個川普放話說要轟炸他們的民用的設施、電廠等等，這些老百姓動員1400萬人去那個地方當人質，1400人主要是運動員加演員，對，去保護那個地方，所以這是輿論還有精神戰略的不對稱。那還有一個不对称叫政治上的不對称哦。這個川普要選舉。我想哈梅內伊的兒子他不要選舉，你知道，穆杰塔巴他不用選舉，所以在這政治上面也是，我覺得也是一種不对称。另外地緣戰略上面也是一種不对称。現在伊朗他就掐死你荷姆茲海峽，掌握在你手中，那你美國就為了川普到現在為了這個事情，我想他頭痛得不得了。最近我們看到這個，包括川普他暴怒在那邊爆粗口骂髒話幹什麼？可見的，川普已經是這個就是這真的是氣急敗壞，這個進退兩難了，才會這種又爆粗口又罵粗話，所以這也是一種地緣戰略上面的一種不對稱。所以這次的戰爭，那不能說是我們光看武器的不對稱哈，其實包括輿論、精神戰力，還有這個政治後面的背景，還有國際的關係，我覺得美國反而是處在一種這個比較劣勢的情形。好，這個將軍幫我們統合了非常多的這個美伊之間在這場戰事上面有非常多的不對稱戰。那特別我們在持續的講到剛剛講的不對稱戰當中，將軍也提到了嘛，軍事上面的不對稱，尤其是命中率哦，現在伊朗是提升了9倍，那美國跟以色列的防禦力則是直接降低了50%的一個高幾率。最震撼的一點，我們持續關心在軍事上，就是 F-35這次被擊中，而且不是什麼高端的導彈，伊朗的高端導彈去擊中的，而是自主研發的一款叫做 Product 358。那代表 F-35的隱形神話也沒了嗎？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這個伊朗，它雖然沒有量子雷達，因為對着 F-35這個逆中戰機哦，你要有量子雷達，或者是我們所講的2次大戰用的那種米波雷達才能夠發現。但是為什麼米波雷達可以知道有逆中戰機，但是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有？但是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所以還是要靠量子雷達。伊朗沒有量子雷達，那是沒有辦法。但是伊朗有一個什麼紅外線偵測系統，紅外線感測器。因為伊朗現在是作戰禁航區，空中是沒有任何飛機的，做那個打仗狀況嘛，民航機早就停飛了。這個是有個熱在跑，那抓到了，你這個熱就是紅外線 IRST， 我就追蹤你，你這個熱在跑，那所以拿紅外線偵測系統彌補了沒有量子雷達的缺失，但是。要去套好招，你擺着你，因為伊朗畢竟數量不多，你擺幾個點你要注意要去算，因為你不可能全國擺這個 IRST， 那你就要幾個重點來部署。那這個以色列進行的這些哈，也包括美國進行的，它全部這13000架次全部從西方過來，從波斯灣從這個其他陸地過來，沒有一架次是從東邊過來的，那我就通通都對着西方看到你嘛，就這樣子慣性就出來了。所以這個轟炸航線的轟炸慣性被伊朗掌握了，你通通從西方，我雷達通通調西方，我不要對東方，對着你就好了，這樣子就被抓到了。另外，我認為有情報交換，情報交換，伊朗有這方面的機制，跟其他的國家第三國獲得了美國 F-35或以色列的 F-35，以色列有，以色列叫做 F-35I， 有發現。是這個樣，那我就掌握到了這個它所起飛的，因為這個人造衛星也看得到，是人造衛星不是靠雷達，人造衛星靠紅外線，那是這樣抓到了。另外一個就是說，所有的伊朗有安排，我判斷在美國的駐軍的附近，或者是以色列的機場附近，看了飛機起飛了，因為起飛第一個飛機逆中飛機，但是它起飛我總看得到，機場那麼遼闊，起飛了幾架，起飛了4架，那有4個去市場買菜了。就傳出去了，時間一算，從起飛到飛到伊朗，時間可以算出來，速度多大，什麼就等到了。你這個可以啊，這個是一個目標情報嘛，直接看就可以了嘛，然後傳個簡訊就出去了。你說以色列也有內奸的？不是內奸，我伊朗一個老百姓或者其他觀光看一下就可以，我一直是看你起飛嘛。另外一個，所有飛機起飛都要轟隆的聲音，那個將近100分貝，你起飞的聲音那麼大，我也看到了，總共幾個？總共4架，也是什麼飛機一看就知道了，這外面。機場沒有高牆嘛，一起飛總要空間嘛，一爬升就我就知道你了。晚上看得更清楚，為什麼？晚上冒着熊熊火焰起來了，那白天看得更清楚，為什麼？這都是
那個一覽無遺啊。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天氣幫忙，因為伊朗是沙漠氣候，沙漠氣候啊，你這個伊朗有對空監視哨，看到就可以了。另中間是防雷達。不是防肉眼啊，望远鏡对空監視哨啊，就看到有飛機進來了，對空監視哨。為什麼？伊朗萬里晴空，沒有雲可以遮蔽，所以你看看整個這樣搭配在一起啊，就跟布陣了。我們這樣又去中心化，又有這些的條件搭配在一起抓到了，一抓到就攻擊了，這個直接就對他射擊了嘛，他打到了嘛，那沒有打到那個重要的地方，要不然直接擊落了，他把他擊傷，然後可以回去啊。那下一次的話，我認為。以色列也好，美國都要調整戰術調整。對，最原始的這戰略恐怕是美以之間這個之前沒有預料到的。那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岳老師怎麼看？現在戰場的另外一個關鍵，我們剛剛也提到了，還有人嘛。那這些人就是伊朗，就是神權體制，民族存亡這樣子。老師怎麼看？這場戰爭其實嚴格來講，大家都公認是不對稱戰爭嘛。那麼這個不對稱戰爭的話呢，伊朗是打得非常漂亮。因為首先不對稱的話，他面對美國加以色列，這個也可以說是號稱全世界最好戰也軍力最強的兩個國家嘛。那跟伊朗打了38天以後的結果是不盡人意，是越打伊朗越打越順的，然後美國越來越麻煩，然後以色列本身除了轟炸以外也沒有別的辦法。那這個是第一個問題了。然後我必須要強調，因為問我的問題說戰場上武器最關鍵的是人呢、啊。那其實的話，人的話呢，就最主要的啊，這個我們厲將軍很熟啊，《孫子兵法》裡面講說，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嘛，對不對？那麼這個士氣講的就是士氣嘛。對不對啊？那麼這個奪心的話呢，那個伊朗前陣子公布了一個外交部公布了一個報告，講說政權我們這邊沒有更迭，美國倒是軍官換掉了10幾個，海格賽斯開除了一大堆嘛，對不對？那這個將軍可奪心，那個將軍像那個喬治，最後參謀長一出來1個鐘頭，他就講說這群瘋子把我們開慘了。對不對？這個當中，這個士氣就受到影響。那伊朗為什麼士氣現在很高呢？就前一陣子的話呢，我們在台北遇到了一個伊朗人，他會說，伊朗的年輕人呢，大多數都是支持美國的啦，他們很想過美國的生活。這一點的話，大家可以自己了解。那但是呢，有3個原因使得現在伊朗的士氣高漲，要跟美國拼到底。真的，我不是開玩笑的，就一寸山河一寸血的那個味道出來了。第一個就是伊朗人就是雅利安人的尊嚴了啊！伊朗為什麼叫伊朗？原來不叫波斯呢？波斯文當中的雅利安就是伊朗了啊！這是第一個嘛。第二個的話呢，他們信的宗教那個什葉派是極其忠誠的。我記得赫梅尼那個時候，1979年我19歲，赫梅尼從巴黎回來的時候的第一次投票啊，得票率是98%啊！那大家都支持他。然後2伊戰爭打的時候都是用人肉戰車啊，人肉啊，以人為主啊，沒有戰車的啦。啊，然後第3個的話，是美國跟以色列的殘忍了。那第1顆炸彈就把他們的宗教領袖幹掉了，然後第2顆炸彈就把他們一個小女孩的學校幹掉了168人，7歲到10歲的小女孩，這不是血海深仇是什麼？對不對？那大家要了解，那在這種情況下，那伊朗本身來講，它就是要想盡辦法要讓大家覺得美軍是所向無敵的這個形象打破就夠了。對，然後在底下的話呢，有很多國家希望美軍不是所向無敵，他們就會大致上會提供一些幫助啊，不管是做什麼樣的幫助，我們雖然情報有限，但是大家可以了解到，就是說伊朗做的事情都是非常具有廣告效應的。比如說我們剛剛將軍講到說是 F-35被打下來的過程，我聽了就覺得好笑，不曉得是支持 F-35厲害，還是說 F-35被肉眼就看得到啊，就會覺得說所有的問題都會出現這種情況，這不是靠士氣，靠什麼？是，好，謝謝苑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以色列嘲笑川普是膽小鬼哦，尤其納坦雅胡還嗆說沒有停火這一回事，休想停火。川普是全輸了嗎？打不贏，現在伊朗還要規定在荷姆茲海峽要付費，讓海灣國家的人痛批川普到底在搞些什麼事？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哦，這個美伊戰爭的這一場戰火，川普他現在看起來是勸不動所有的人，不管是伊朗完全不受他的威脅，再來就是他的盟友叫他進攻，這些盟友也不動作，甚至連以色列哦，是不是都不把川普的話當成一回事了呢？好，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川普為了怕
美伊的停火會破局，他已經要求了說，納坦雅胡他不是在9號的時候攻擊黎巴嫩嗎？他要求納坦雅胡啊，你在軍事行動上面要低調一點。那接下來納坦雅胡怎麼反應呢？他完全看起來是不給川普任何面子的，拒絕停火。他雖然說好了，我會跟黎巴嫩談，但是確實到現在還是持續的邊做攻擊。也就是說，納坦雅胡現在做的事情就是邊打邊談。川普要他低調，他完全沒有低調。好，再來持續看到的是更尷尬的事情，是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直接在這個社群上面發文，還敢嗆川普，說川普你看起來像一隻鴨子。自嘲他是個膽小鬼哦，可見呢，我們看到這些官員對於這個美國啊是完全的不放在眼裡的。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張將軍了，為何以色列他拒絕聽川普的停火要求？難道以色列也認為川普會塌口，所以現在強硬起來嗎？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以色列考慮到這3個因素，第一個就是說黎南地區啊，他想要加沙化，把這個黎巴嫩南部地區，以色列把它占下來，然後变成緩衝區，然後可能將來屯墾移民，將來會不會占領類似在葛蘭高地一樣？因為葛蘭高地1800平方公里啊，就是以色列這樣子從敘利亞撈過來了，那是不是也要複製這個葛蘭高地，複製加沙走廊，這樣先占屯墾移民，然後占領？因為以色列它國土面積非常小，22000平方公里，大概就台灣的2/3。所以他要的是這個生存的反生的攻擊，他占下來了，你叫他停火，現在要叫他還回去嗎？所以我認為第一個因素，他現在作戰節奏，以色列也掌握了對黎巴嫩真主黨這方面的攻擊，攻勢作戰地面上，以色列因為以色列這個地面戰很厲害啊，直接出境往北邊一壓過去就把黎南占了，是這個樣。我認為這是第一個因素。第二個因素啊，我認為是個人因素，就納坦雅胡的問題，他要繼續玩下去，為什麼？戰爭繼續玩嘛，加沙走廊玩，黎南地區玩伊朗，這玩下去之後，他的個人的弊案就不會接受調查，因為在國家處於戰爭狀態，根本沒辦法選舉，也沒辦法啟動司法調查，這樣子，納坦雅胡就可以在戰爭的保護傘下面，他繼續領導以色列繼續作戰，這納坦雅胡個人的因素嘛，他要想到這些啊，那一旦這個戰爭平息了，那開始他要接受司法調查，他面臨的是這種一連貫的司法的壓力，他就面对了，那就不一樣了，態勢轉換了，本來是自己主動權了，他現在是被調查了，那只有受到這些，我認為個人因素非常的大。第3個，我認為啊，他這一次啊，對伊朗動手，對黎巴嫩，他成功的，大家有成功的地方，就是把川普美國拖下水了，好不容易拖下水，等到下一次以色列發動對伊朗這個黎巴嫩南部地區黎南地區動火。美國會不會再支持啊？對，美國會不會跟一起動啊？未必哦。這一次好不容易拖下水的，好好玩一把。因為美國還沒有抽身啊，還在對伊朗這邊有動作。那我這時候為什麼不是這個勢如破竹，一路推下去，繼續玩下去，讓美國玩這一把還沒有玩完？所以啊，這個川普想要停手，但是納坦雅胡不想停手，美國只好被牽着鼻子繼續玩下去。對，現在以色列等於牽着美國的鼻子，而且還罵這個川普，他說看起來像一隻鴨子，就是很孬啦。那另外一方面，其實罵川普的還不只是以色列而已。現在川普面臨的壓力還有來自於天主教的教宗，這是來自於比較道德方面跟精神層次的一個指責。我們來看到最新消息，這個天主教宗梁14次，我們知道嘛，他已經多次的公開批評川普，他說摧毀、威脅伊朗的文明令他無法接受。那其實呢，這位梁14世他在正式的當選教宗之前，也過去曾經批評過川普對移民是極度不尊重的，尤其是針對於這一次 F-15E 的這個飛行員不是被救了嗎？川普說這個叫做復活節奇蹟，但是教宗批他說這個叫做耶穌帶來的是和平而非戰爭啊，覺得川普只會自己滿足自己的私慾哦。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到戰爭部的官員早在今年1月份哦，就已經針對這個天主教想要做一些整頓嗎？因為他在1月份召見了這些
教廷駐華府的大使，對他們嚴厲訓話，而且跟他們說呢，你別管這麼多了，接下來我們擁有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的軍事力量，你糧食44世最好站在美國這一方啊。那有一位官員也搬出了當時的一個歷史案例，這個是亞維農教廷14世紀法國國王扶植對立教宗來對抗羅馬的故事。川普更狠了，你看畫面上這張照片是 AI 生成的，他特別說呢，發布了這一張扮成教宗的 AI 圖片，好像就是說他要另立教宗嗎？這畫面一出，當然了，這個被批是這個對於這個教宗大不敬等等有各種的批評，岳老師怎麼看？我自己是鲁汶天主教大學畢業的，我的博士在裡面。我們學校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學。我跟大家介紹一下，什麼這個字念 Avignon Papacy 啊，意思就是在歷史中稱之為大分裂，意思呢那時候冒出來3個教宗。啊，那其中的話呢，在阿維尼翁的話是現在的法國，我去過這個地方，是法國國王的話呢，要想不聽教宗的話，自己自立一個教宗，意思就是跟羅馬分庭抗禮了。那這個情況，我覺得川普這個人的話呢，他被以色列講無能啊，是應該的。就以色列的觀點來講，你的無能被我騙就是無能了啊，現在不想跟我打也是無能了。然後另外的話，川普是很無恥的了，他提到錢的事情就很無恥，他到現在大家都會覺得說和談無望的時候，他還想跟伊朗說，我們開個公司來分這個荷姆茲海峽裡面的過路費啊，他這樣子。然後另外他很無知了，他很無知。我們通常來講的話呢，你對於這個文明與宗教要維持一定的尊重的態度了啊。那麼首先講文明的話呢，事前的話呢，這3天前他還講說要把整個伊朗的文明完全消滅掉。那當時的話，在美國引發了軒然大波啊！一個250年的小國家，然後一個這麼無知的，大家聽川普的講話，川普很適合當小學英文老師，你知道，他講的英文非常簡單的啊，都是 it's great, it's great, tremendous 什麼都是這種話，對不對？但是他非常無知的情況下，導致出這樣的結果，他會說要摧毀文明。然後現在這個宗教上來講的話呢，他對於伊朗的什葉派的這個宗教，我們剛剛講過，他完全沒有尊重的意願。那自己的話呢，每一次在教堂裡面，川普在教堂裡面的照片看了幾張，都是腳打開，手靠在腳上，很無聊的那個樣子，然後手上就拿了幾個美金，等到抖內錢的時候就丟進去啊，其他的完全沒有任何禱告的感覺。那現在的話呢，對於教宗之間，這個梁14世他是美國人吶，他是芝加哥生芝加哥長的美國人吶。真的，他自己人啊，他當選的時候，美國人很高興啊，因為美國人本身來講，有很多的愛爾蘭人跟這個波蘭人，他們都是天主教徒嘛，大家不要低估這個世界上有10幾億的天主教徒啊，你怎麼可以這樣子侮辱教宗呢？這個對於他們來講，就你把他們內衣幹掉的話呢，可能天主教徒沒什麼感覺，但是你搞這張照片出來，要讓大家又想起來，你等於是侮辱他們的宗教信仰。像我們的宗教信仰的話呢，就是孔子啊，或者大家有人信關公，你一般來講的話，你很少人把那個孔子扮演的什麼，或者在台灣信媽祖，你不能夠就搞一個很混蛋的人在那邊扮演媽祖什麼，或者扮演孔子，這是一種侮辱嘛。宗教是絕對不能侮辱的。我跟大家強調，你到了西安的回民巷裡頭去的時候，你絕對不能講說點菜，我要來一盤那個爆豬肝吃，那得了，你會挨揍啊，對不對？那人家那個店裡面講清楚，你要有知識，要了解人家可忍不可忍的情況。那川普現在說他接觸到人類文明的底線，你說他會得好死嗎？对，好，這個是來自於這個包括了這個天主教啊，整個教宗對於川普表達他的不滿。那其實呢，不只是來自於天主教啊，以色列對於美國的批評。現在其實波灣國家原本是跟美國比較友好的波灣，也在批評美國說，現在呢還要這個荷姆茲海峽被伊朗給剝一層皮，還要收所謂的過路費，以前是不用收的耶。厲將軍怎麼看？當然這場仗哈，這個越打越回去了哈。這個川普很明顯的投機不成失八米，他本來想要控制住伊朗，結果沒想到這場仗打下以後，反而讓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完全落入伊朗的手中哈。那這後果會有多嚴重？因為這邊原來是屬於國際海域，大家都可以通行的。那如果說伊朗這次哈，他開了這個先例之後，那試問一下，以後土耳其可不可以控制博斯普魯斯海峽哈？啊，包括到這個西班牙，它可不可以控制這個直布羅陀海峽哈？那新加坡可不可以控制馬六甲海峽？大家都有樣學樣，大家都收錢。那對全世界來講事實上會造成國際秩序，由於是金融、能源秩序的一場大混亂。那確實沒錯，現在荷姆茲海峽牢牢掌握在這個伊朗的手上哈。他怎麼用什麼方式呢？
它第一個哈靠近，我們知道這個所謂荷姆茲海峽大概南北兩端，北邊這邊是靠近伊朗，南邊這邊是靠近阿曼。那伊朗現在在靠近阿曼這邊哈布置了水雷，所以逼着所有船只都必須要從北邊來通行。那伊朗來講，從這邊哈，它開闢了2條航道啊，一條是北陸航道，是你要進入這個波斯灣的話，你要從北邊這邊走。那南邊那邊是出來，它給你區分好南北，從這邊分別走。可是不管是南或者是北，這個航路哦，都是很靠近這個伊朗的本土。也就是說，伊朗自己本身可以隨時要對你這個郵輪，如果檢查沒有通過的話哈，這個不符合它的規定，或者是說你想說暗闖。它在路上就可以對你發動攻擊，比如說在它路上的火炮射程之內，在無人機那更不用講。所以每只船只經過都要經過它的同意，經過它的審核。那當然，它也可以借這個機會來收取它的通行費。那當然，對全世界各通行商來講，這個尤其是石油航商來講的話，他們當然非常生氣啊。本來我們都可以走好好的，由於你川普打這場。